嘿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白天死记硬背一堆资料，效率低得吓人，可一觉醒来，反倒突然想起了昨天看过的一段内容。有没有考试前一个晚上，脑中疯狂回荡复习内容，第二天却奇迹般的记得清清楚楚？这不是错觉，你的大脑在你睡觉的时候的确是在工作。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项令人震惊又非常实用的能力，如何在睡觉的时候学习。不是做梦，你真的可以在睡眠中学习。很多人把睡觉当作关闭大脑的过程，但其实在你睡觉的这8个小时里，你的大脑比你想象中的要活跃很多。科学家们通过脑电图和神经成像发现，人在睡觉时，大脑会自动整理信息、筛选记忆、重组思维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白天输入的是原料，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大脑就像是一座隐形工厂，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可用产品。但重点来了，这个夜间工厂有没有开工是有条件的，并不是你每天都能躺下就自动学习。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怎么启动这座工厂，并让它高效运转。睡眠中的隐性复习到底怎么运作？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，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。 它就像是你大脑的临时桌面，你放在上面的东西，大脑在睡觉时才会优先处理。所以如果你想在睡觉时复习某个内容，这个内容在你睡前的几个小时必须出现在你的工作记忆中，而且要留在那里。但问题来了，很多人喜欢在睡觉前写笔记、做总结。这样做虽然看似有效，其实有一个副作用，你把信息写出了脑海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你把信息写出来，尤其是结构完整、条理清晰地写下的时候，大脑会认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，于是释放了这块记忆空间，不再继续处理它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在睡觉时让大脑自动复习，请记住这一点，不要在睡前写学习笔记。你可以在当天稍早时候写，但临睡前最好只在脑中默想回顾，而不是写下来。记忆最活跃的黄金期临近事件前的72小时。那我们该什么时候做这些输入，才能让他们在睡觉时被大脑拿去加工？答案很明确，离截止日期越近，效果越强。听起来很疯狂吧？你以为拖延只是坏习惯，但其实它有一部分是生理机制在起作用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在考试前1周就复习完了所有的材料，虽然看起来很从容，但我的大脑不会紧张，也不会开启夜间加工机制。反过来，如果我在考前2晚还在反复回顾复习资料，我的大脑就会立刻警觉，我们马上要上场了。结果就是你的潜意识会自动启动复习模式，把你临睡前的思维内容带入夜晚的加工流程中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考试前夜反而记忆最牢，思维最清晰。所以如果你要学会在睡觉时学习，请记住这条准则，关键学习内容请安排在考试前24到72小时之内重复输入，不是太早也不能太晚。这个窗口期是记忆强化的黄金时间。不要让情绪污染你的大脑内存条。现在你已经知道，要想在睡觉时学习，首先就要把有价值的信息留在大脑中，尤其是工作记忆中。但工作记忆是有限的，就像电脑的内存，如果你的脑子里塞满了愤怒、焦虑、烦恼，大脑在夜间会优先处理这些情绪内容，而不是你想要记住的知识。所以你在睡前的情绪状态决定了大脑工厂要处理什么订单。
如果你整晚都在为一条微博气得牙痒痒，为一条评论心烦意乱，那么你的大脑就会把解除愤怒排在记住物理公式的前面。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，清空情绪，让学习内容留在前排。具体怎么做？写日记，把今天的烦恼不安写下来，让它从大脑中流出去。散步或运动，用身体的活动带走情绪堆积。聊天或祷告，与信任的人聊天，或把情绪交给神。安静冥想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也能为大脑留出空余空间。记住，你清空的不只是情绪本身，而是释放了大脑中可用于学习的空间。小心，这些行为会悄悄破坏睡眠学习力。你现在可能开始期待每天晚上能躺着提升记忆力了，但别高兴太早，有几个杀手级的破坏者会让这一切瞬间失效。第一是精神活性物质，如酒精和大麻。很多人喜欢在睡前喝点酒，抽点东西，说这是帮助入睡。的确，他们可能会帮你更快的断片，让你在几分钟之内失去意识。但请注意，他们剥夺的正是你大脑学习和记忆最需要的睡眠阶段结构。研究发现，这类物质会扰乱 REM 期，也就是快速动眼期和深度睡眠的交替结构。而这两者恰恰是大脑加工信息、转化记忆的关键时段。所以，即使你睡得再久，只要睡眠结构被破坏，大脑就无法正常加工，你就无法真正在睡觉时学习。第二，咖啡因。咖啡因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大，它不仅延后入睡时间，还让你无法真正进入深度睡眠，即使你已经闭眼躺着。如果你下午3点以后还在喝咖啡、茶或者是含咖啡因的饮料，要小心，你的睡眠质量可能已经大打折扣，而你还没有发现。复习频率与间隔时间也决定你的夜间加工效率。你是不是以为只要睡前看一遍就够了？其实睡眠学习的效果也和白天的输入方式密切相关。最有效的做法是，同一个学习内容在1天内复习2次，间隔至少4小时。比如上午10点看一次重点知识，下午3点再回顾一遍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仅激活了该内容在短期记忆中的痕迹，还让它更稳定地留在了后台。等你晚上睡觉时，大脑才会愿意花时间处理它，而不是快速跳过。如果你只是睡前临时抱佛脚，很可能信息根本来不及进入大脑的加工流程。不是神奇技巧，而是一种长期训练。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是不是感觉哇，这招太神奇了？但请冷静一下，这不是魔法，而是长期训练出来的能力。就像跑步练琴一样，你需要时间来训练你的大脑，让它在夜间更高效的工作。这可能需要几周几个月，但只要你坚持，这项能力就有可能变成你最强大的隐藏武器。所以请不要指望一次夜间学习试验就看到奇迹，它更像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一种更科学的看待大脑运作的思维模式，一种建立与自己思维系统合作关系的过程。你可以选择让大脑为你加班，睡觉不只是休息，它可以是一段黄金时间，用来处理你最重要的思维任务。但前提是你得知道怎么准备白天的输入，怎么清理情绪垃圾，怎么为你的大脑打造一个不被打扰、不被污染的工作环境。你可以选择继续让大脑白白浪费每天8小时的潜力，也可以从今天起学会如何让它在你睡着时也为你加班，
为你努力。这是我们能给予自己的礼物，一种温柔而强大的自律方式。如果你打算尝试这套方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祝你晚安，也祝你的大脑工作顺利。我们下次见。